Hello，很高兴再一次见到大家。现在都已经是4月底了，但是很神奇的是，今天蒙特利尔又下雪了，而且下了整整一天。现在如果你去看的话，你会发现地上有积雪。我到蒙特利尔以后呢，就有听到过一种说法，就说蒙特利尔呢只有2个季节。就一般来说，我们会有4个季节，但是他们说在蒙特利尔只有2个季节，就是冬天和夏天。我觉得确实是这样，因为在这儿呢，秋天和春天是非常短暂的，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2周，然后一下子就过去了，你几乎不能感受到春天或者是秋天的温度。昨天呢，跟我妈妈打电话，然后在电话里我们聊起我的侄子。我的侄子呢是我堂弟的儿子，然后今年呢刚刚读小学1年级。我觉得小学1年级本来应该是一个比较快乐的年纪，但是呢，我妈妈说经常听到我的侄子在抱怨，他的学业太重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读小学的时候，我觉得是非常轻松的，因为小学呢学习的东西也不是很难，然后作业也没有很多，所以我觉得读小学的时光呢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一段时期。当然了，我读小学那已经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。我妈妈告诉我呢，就是现在我的侄子的周末是被各种各样的补习班给填满了。在周末的时候，他需要去补习数学，然后要学习英语，之后还要学习写作文，有一个写作文的班，之后呢还有游泳，然后还报了一个学习画画的班。所以说就是他的父母呢，就是花了很多钱，就是给他读这个读那个，而且周末的时候还要接送他去这个学校，然后去那个学校，就是因为学校也不在一起的，那所以说真的是家长觉得非常的累，我相信小孩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累。最近在中国有一个电视剧，名字叫《小舍得》，然后在这个电视剧里呢，也就是讲了几对父母，然后这些父母呢，也是为了自己的子女的前程感到非常焦虑的，那些父母。他们也是就是为孩子报了很多很多补习班，因为他们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那其中呢，有一对父母，原先他们是不想给孩子报任何补习班的，因为他们推崇的是快乐教育，但是呢，孩子的学习不是很好。那后来班级里的老师呢统计，发现就班级里只有4个学生没有报补习班，那其中一个呢就是他的女儿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就是后来那对父母就没有办法，就只能也帮自己的女儿报了补习班。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，这就好像观众们在剧场里面看戏。其中有一个观众呢，他可能想看得更清楚，所以他就站起来了。当他站起来以后，其他的观众为了也能够看得清楚，他们也站起来了。那紧接着就是可能整个剧场所有的观众他们都站起来了。那有些人呢，可能还站到了椅子上，有些人可能还把梯子给搬来，爬在梯子上看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剧场里原先应该坐着的人全都站着看戏。可能在这种情况下，所有的人都花了更高的成本，但是得到的体验却是更差的。那这个时候就是虽然大家都觉得很累，站着看戏都觉得非常的累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坐下来。为什么？在这种情况下，当你坐下来，你就没有可能看到舞台上在演些什么了。
我觉得这个剧场效应呢，很好的形容了现在，被各种补习班所困扰的学生们，当然还有被补习班所困扰的家长们。为什么呢？当你看到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在上补习班，然后你的孩子没有上，你就会觉得你可能跟不上大家的步伐了，所以你就会变得很焦虑。当你看到别人都在奔跑，你就不敢停下自己的脚步，因为你怕被这个时代所淘汰，你怕自己落后。今天在微信上面还看到一个笑话，他说呢，就是有一个爸爸在周末的时候带他的儿子去上补习班，在去补习班的路上呢，这个爸爸问他的儿子，以后等我老了，周末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看我呢？这个儿子说，应该不会，因为我很忙，周末的时候我也要带着我的儿子去上补习班啊。虽然说这是一个笑话，但是我觉得非常的讽刺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，2代人的周末就这样耗费在无穷无尽的补习班上面了。最近呢，在中国的家长圈里面流行着一个词语，叫鸡娃。鸡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前程，不停地督促孩子好好学习，帮孩子报各种各样的补习班，让孩子一刻不停地参加各种活动，等等，就是一系列的这些动作，我们叫鸡娃。然后我之前在上海的时候，有一次我约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去，想跟她一起吃晚饭。然后呢，他跟我说，对不起，他晚上没有空，因为他下班以后，他有一个工作要做。这个工作是什么呢？就是鸡娃，就是他晚上所有的时间都是用来鸡娃的，就是他要督促孩子学习，或者他要送孩子去补习班，所以他用了一个词叫鸡娃。那为什么是公鸡的鸡呢？鸡娃为什么用的是公鸡的鸡？我到网上去查了一下，然后如果你想知道鸡娃这个词的来源呢，可能我们先要学习一下，另外一个在中国网络上也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汇叫打鸡血。打鸡血是什么意思呢？打鸡血其实就是形容一个人对某件事情抱有非常强烈的热情，然后有非常大的积极性，就是为了能够日夜不停的去做某件事情，这个呢我们称为打鸡血。就比如说，如果你看到你有一个朋友，他日夜不停的在学习中文，然后也不觉得累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，你可以对你的朋友说，你最近打鸡血了吗？就是这样，就是然后呢，就是其实打鸡血它还有一个来源，就是说，中国1960几年的时候，曾经有一种养生术，就是把鸡血打到人的身体里面。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，因为1960几年我还没有出生，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当时有这样一个养生术。当然了，这个养生术是不科学的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模仿。然后当时呢，人们觉得如果你把鸡血打到人体内呢，就会使人的面色红润，而且呢，就是人会感到精神亢奋这样子。所以当时的人们相信，如果你打鸡血到人的体内，注射鸡血，那就会对你的健康可能会有好处。当然再提醒一下，这个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。所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，人们认为打鸡血是好的。那然后流传到现在呢，我们就用来形容人就是对某样事情精神很亢奋这样一种情形，我们称为打鸡血。那我再回到刚开始，为什么说鸡娃呢？鸡娃的意思就是说是给孩子打鸡血。
为了孩子的前途，给孩子打鸡血，然后让孩子对学习能够充满热情，一刻不停的学习，就这样一种状况，我们叫鸡娃。所以说这两个词语它可能还是有联系的。我觉得造成当代中国教育这样一个怪象呢，其实有很多的原因的。比如说教育资源的匮乏。因为中国人很多，但是好的学校呢就那么几个。每个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进入一个好的学校上学。那怎样让孩子在那么多的竞争者里面脱颖而出呢？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竞争得过其他的孩子呢？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让现在的家长非常焦虑的一些问题。我不知道就是在你们的国家，你们的孩子现在的教育情况是怎么样呢？他们是不是在童年也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呢？你可以就是把你的回复呢写在我的 comments 里面，大家可以交流一下，看看各个国家的教育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给我点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